怎么又是你？嗯？是他的。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来了。这是你的吗？对，我捡的，送养了，怎么在你这儿啊？我在医院捡的，看到名牌就送过来了。我前2天把它送养了，送到孕妇家里，估计家里人说了什么就给弃养了。孕妇可以养吗？我说了，不过我说的话，有些人也不听啊。一看大闹天宫。我还看舒克和贝塔呢。行了，小雨伞送到了，回去吧。小雨伞。对，它叫小雨伞，是我给它起的名字。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我看见这只孤零零的喵站在一把破伞下面，我觉得它挺可怜的。像我这么善良的人，我看不了这样的场面，就给它带回来了。这是我的伞。今天晚上有英仙座流星雨，想去看看吗？其实我喜欢看星空，不喜欢看流星。为什么？因为星星待在天上才叫星星，陨落了就变成石头了。我希望它们永远能待在天上，闪闪发光。我的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就像太阳一样，终有一天会烧尽，会终结的。我不想看到那一天，只要我看不到，我就不会难过。上一次的难过，让我得了 PTSD。这一次呢，我多了个处分，让花姐赔了好多钱。我不知道下一次的难过我又会失去什么。我可以失去的东西已经太少了。我可以暂时不直播。真的？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
我可以等你准备好。有心。星星在天上闪闪发光，那是太阳的光。它本身是块石头，所以它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看它的角度。有一天你会克服 PTSD。当你重新获得这些东西之后，你就准备好了。这是我许的愿。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冷静地看清过自己，和你一样的追寻生命印记。你这光多鲜明，鲜活的奇迹和勇气。很想你的我，终于成为了你。可算是化险为夷了。连体婴分离术，老何必不可少。之前真怕医院让他停止1年，经过这件事儿，估计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咱们了。准备一下人秀的手术吧。对了，国家罕见病基金那个你们是怎么弄到的？我听说他们的审核要求非常严格。你猜啊？慧姐，术后的大头部分我们都已经解决了，你看这部分。人秀的手术万一失败，他爸爸会继续讹钱不说，他姐姐也会活不下去，这个后果你知道的吧？我知道你很厉害，你已经用多台看似不可能成功的手术证明了自己，但是也有过失败的手术，承认吧？即使这样也要赌吗？医学不是赌，在我看来就是，而且是 all in， 输了1败涂地。林律师，人林那边签字了吗？好，就这么办。上次直播出了点事故，这次我跟大家报个平安。我确实伤得很重，但是在海城医院医生的帮助下，我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还有，我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汇报。我妹妹她可以做手术了，大家真的不用为我担心。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残疾，不是病痛，不是没钱，
是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是现在我有活下去的希望了。我妹妹，她就是我活下去的希望。我以后肯定会好好活着，带着我妹妹，朝着希望勇敢地走下去。花儿姐，原来你早就想过免费给他们手术啊？同样一笔钱，如果给他爸爸，等于承认医院手术失败，医生无能；给姐妹俩做手术，既能保住医院名誉，还能证明医生实力。我为什么要选第一种？患者第一，中国的毛。老贺能加入啊，真是太好了。但是技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心脉主刀的人选。苏远，直播的事我还没准备好。哎，亲爱的郑，嘿嘿嘿，你今天好像也是惊喜十足啊！天都黑了呀，你才来啊？啊，我是来接亲爱的月下班儿。我，这个是我和月的秘密，与你无关。嗨，啊，亲爱的月，亲爱的鲁道夫，连体医要转院。常医生，郑医生，这段时间来，我知道你们为姐妹俩付出了许多，可这次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错过了，我们以后会在无数次照顾孩子的挫折、心酸中想起，如果当初我们去富尔，会不会更好？我们不想留遗憾。去吧。你真的同意了？伍佰，你可想好了再做决定啊？坦白说，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对这个手术把握不大。你们值得去更好的医院，也不必为此内疚。去吧。哎，谢谢，对不起，谢谢你。对不起。努力了这么久，为什么？福尔医院对这个病例很感兴趣，作为示范手术，他们愿意全部免费，诱惑太大了。没想到啊！是啊，没想到最后福尔医院插了一脚。我是说，没想到郑人居然这么温柔，我以为他死死的把手术抓在手里不放了。治疗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对患者，更是对家属。这例连体婴儿手术真正需要活下去的，其实不仅是这对姐妹，还有指望她们活下去，才能继续正常生活的父母。所以，郑医生才放手吧。
强了，您听音不错了啊。咱们一起去德国，我有个合约，你看一下，看一下。不去。为什么？为什么不去？姓帅。怎么了？连体营最重要的问题是预防心衰，我刚才忘了提醒他们。家属已经走了，打电话说吧，避免尴尬。南阳镇地震了，苏院长让我们所有人去大礼堂集合。中国地震网正式测定，今天19点30分，河西沛城的南阳镇发生了7.1级地震，震感强烈，通讯基站损毁严重，对当地居民和周边地区人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目前，通讯基站毁损严重，通讯中断，具体伤亡人员和情况不明。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海省有关领导率市级相关部门赶赴沛城抗震救灾指挥部进行指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到东源乡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调度抗震救灾工作。新闻大家都看到了，河西地区发生地震，需要紧急支援。趁着准备车队物资的当口，我简单说几句。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城的标志是一顶帐篷。我们的3位创始人，在20年前的那场特大水灾中，因为救援行动而相遇。天灾，巨大的天灾。但是隶属本世纪的3大洪水，1931年死亡14.5万人，1954年死亡3.3万人。而到了他们那次，却缩减到了4150人。为什么？除了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讯、及时的指挥和专业的救援之外，还有医学的进步，让伤者在第一时间得到医治，让疫情被牢牢封锁，没有扩散。现代医学让我们人类终于能在天灾面前说一句能救。各位，现在到了你们说能救的时刻了。这次的河西地震，大家自愿报名，准备出发。我去。我们团队都去。去。我也去。我去。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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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我们都去。我去。加上我，还有我。我也去。我也去。还有我。还有我。东源乡医院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继续联系。是。咱们在海市的仓库里还有多少物资？能调到多少辆车？帐篷、矿泉水、棉被、棉衣裤什么的，大概能装27辆轻卡。然后还紧急调了一批急救药品，车得分3波，最晚明早能回。知道了。给第一波车30分钟准备时间，
跟着我一起去东源乡。明白。爸，我医院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保平安。小心啊！加油！当心啊！小心啊！保护好自己。真的加油！平安。哎，我先上去了。我回来。种小子。干嘛呢？写遗书啊？云哥，其实你这人不错，就是有时候说话嘴太死。哎，借我张纸吧。你不写点什么？有收的人。哎，其实不写也挺好的，活着怎么着都行。我要是死了，别看花姐天天凶我，到时候肯定抱着小纸条哭，想死我。行。我是第13营的营长，我姓赵。前方出现山体滑坡，道路被阻断，我们需要步行攀爬绕过去。大家整理一下必要的物品，下车出发。好。小心啊！
我不要罗伯莱纳。莱纳博士的来华手续已经办好了。病人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主刀医生。我已经选好了。郑仁，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他又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什么时候？今天。他今天会来报道。你要让一个介入医生来给你做胰头癌手术？他学的就是普外，后转的介入。那更不行，他才多大年纪啊？怎么能跟莱纳博士相提并论呢？一个医院如果连院长病了都只能请外面的医生来手术的话，这样的医院，谁还敢来？我的手术必须由海城的医生来主导。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这雨，听听那些救护车的声音，每到这种天，事故就特别多。被拉到这里来的，有哪个不遭罪的？有人残废了，勉强活了下来，却倾家荡产；有的人有钱，却活不成啊。医院是命运的起点，终点也是转折点。老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认。老师，仅就片子而言，病情较重，但肿瘤组织附近没有粘连，可以手术。当年我临时调到南大去坐诊，你来进修。我跟你说过，希望你继续搞外科。介入要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想到也得了这个病。张仁啊，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要坚持搞介入吗？也好，海城是以骨科起家，我这个放射科的兼搞介入。老潘退了以后，我当了院长，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手术，可是也就没发展起来呀。张然，我的手术交给你了。海城的介入科也交给你了。
我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曼欧。得了吧，曼欧的宗旨是患者需求第一，他赚钱第一吧？你不了解老布。2000年的时候，老布和潘老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海城，一步一步扩张成现在这个样子。早些年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倒闭，所以他才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我能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但你是为梦想让步了现实啊！要不是你给他拉来聚合投资，他能当上院长，海城能有今天？是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挺傻的，还怀着孕呢，就要跑去给人家送血浆。患者的命是保住了，可我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对不起啊，花儿姐，我不应该提这个。没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海城就是我的孩子。这些年，我送走了爸妈，送走了哥哥嫂子，送走了我肚子里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现在轮到了我老公，这次不一样。海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医院，它是本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拥有最顶级的医疗和人脉资源。我要让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老布做手术，我要让他活着。他会没事的。喂，苏总，证人来了，请他进来。做过73台微波手术，死亡率0，遗漏并发率也才12%。苦外出身，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布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布莱纳博士，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2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你说的总之，我决定了。老师知道换主刀吗？我会说服他。
他就是不我天点名药的主刀啊。嗯。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比你还有问题。哎，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布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哦。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必须接机。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当杂役使啊！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当大神供起来。我还是去接机了。护士长呢？看见护士长了吗？怎么了，洋洋？怎么了？院长夫人突然说要做手术。怎么忽然做手术？手术？什么手术？我在。伊人，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昨天不是送了一个中刀的患者吗？然后他下了手术，进了 ICU。我下台回来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不过还好我没走，我可以手术。你是真的爱做手术。行，赶紧走。嗯，走。Welcome, Dr. Brina. 到这儿来的 ，I'm 贺杰 ，I'm so gla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r. 哦，好感哦。
画帐篷干嘛？爸爸在设计 logo。去年水灾啊，爸爸和潘老师还有你布叔叔，在帐篷里救人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一起来创办一家医院。哎，那这3条线，是不是就是指你们3个人啊？最终还是让莱纳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用另一名医生。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也是。不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I declare termination of surgery. Close the abdomen and send patient back to work. Doctor! 这，Mr. Robert. I'm sorry. The preoperative radiologic examination provided was in favor of surgery, showing no adhesion between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 but it's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Sorry. Doctor! 手术继续，转介入，立刻备胎。你确定吗？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被迫手术。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被迫手术了。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这本就是我的手术。这人什么情况？患者76岁，酒后心绞痛。1、2小60。直走右转，穿过走廊就是缝合身啊！护士长走，护士长走，护士长走，护士长走！坐大气精神来，不许在复诊台愣是打瞌睡。护士长签个字呗。你有在复诊台吃零食？哦，下次不敢了。喂，第2附属医院急诊室。好，我们已经做好精神准备了。好，哎呀，亲爱的，亏得你没走。第2小就是老人心绞痛。刘亚萍，你周扒皮啊？啊！我值班36个小时没睡觉了。再说，就没有别的值班大夫了？关几周的班，2台手术，还被家属给缠住了。你就当替他值个班呗。再说了，你不帮他，谁帮他？就忽悠我。什么情况啊？老人76岁，喝酒之后心绞痛。一大早就喝酒啊，大爷！来，家属帮我一下，给您听听啊。心电图做了吗？在车上做过一个，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跟车大夫谁呀？宋小杰大夫。人呢？他要跟车走了啊。哦，对了，这是在车上做的心电图，您看一下。血压多少？120/80。还是先按心绞痛治吧。吸氧，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嚼服。如果疼得厉害，在静脉注射一些硝酸甘油，做个心肌酶，再做一个心电图。哦，好的。哎，大夫，这心电图我们都做过一次了，你这再做一次，这不相当于重复交费了吗？车上做的心电图到现在已经20多分钟了，这病人的病情变化是复杂的，尤其是心脏病。我怀疑你父亲啊，可能是心梗。啊？这不是表演抢救吗？别，歇会。哎，关大夫，我来吧。算了，这谁也甭按，再摁下去啊，这肋骨该压折了。这送来的也太晚了。小夏，你去把他家属叫来。哎，关大夫，这个心动过速的病人不咳嗽了。嗯。师傅，心电图做好。啊，苏丽啊，我以为你下夜班了呢。没有。一会儿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个人。血压下降70/40，心率150。我帮他怎么了？左心室下壁心梗了。左心室下，赶紧停用硝酸甘油。可是我还没给过药呢。在来医院以前有给他服过什么药吗？没有啊。啊，他刚刚吃了几片硝酸甘油。刚刚什么时候？就是等他来的时候。等。那你为什么不制止他呀？不是，我没看着他给他吃药啊，我看着我肯定拦着。不是，那你好，别吵，赶紧急救。大剂量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继续使用阿地普酶。阿地普酶继续使用。阿地普酶继续使用。室颤了。除颤。你闪开这儿。200焦耳。200焦耳。上面充电。充电完毕。给我闪开。血压110/70，预计综合征，正常转动了。关大夫，您为什么让他咳嗽？刚才太忙了，顾不上，
我就跟他约定好了，只要不咳嗽，不是严重了就是有所好转。你别担心啊，我帮你联系心内科病房，给你采用射频消融治疗。你还年轻，这个病啊可以根治的啊。关大夫，真是太感谢您了。没事。我刚才还奇怪呢，您为什么让我老咳嗽？没事。老师，你太棒了，nice。大夫，您倒是赶紧给我们抢救啊！是，你们也看见了，刚才我们一直在抢救，我们真的是尽力抢救了，可是这人实在是救不过来。大夫，你这是干什么？大夫，他老婆孩子就在路上呢，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你起来，好吧？你们得救他，你们得让家属看着咱们在救人呢。不是，你这样抢救有什么意义？你说是不是？起来，起来，起来！大夫，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我答应你，我马上救他，你起来好吗？充电完毕。心跳停了，气脉压，快！怎么回事？我爸他不是心绞痛吗？心绞痛不是正常吗？你解释一下吧。心绞痛可以服用硝酸甘油，心梗的病人必须要慎用。而你父亲得的是左心室下壁心梗，是不适合用这个药的。如果用了以后，会造成血压下降、心率过缓。更何况他还喝了酒。你怎么回事？你我给我爸吃药，你为什么不拦着我？为什么不拦着我？我没看着我，为什么不拦着我？回来了。爸，你醒醒！来，你把家属请到外面休息。你冷静一点，跟我出去。怎么，你没事吧？差一点。您刚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本来想让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一个病人，算了，现在看你这个样，你忙完这个病人之后，好好睡一觉，啊。放心吧，这儿有我。注意观察啊。好。多悬呐！夫人，这怎么回事啊？哦，这人已经死了，可是家属要求继续抢救。你别管了，小关，赶紧到机场去给我接一个病人去。哦，那这儿呢？亚平会处理的。院长本来叫我自己去，可是我马上要动一台手术。什么人呢？这么大动静？我也不清楚。快，来不及了。关老师，我跟您一块儿去吧。不，左大夫，你留下来当你的班啊。亚平，别慎着。好嘞，我知道。关大夫，要不然你给苏大夫打个电话吧。苏丽。哎，这不是下夜班了吗？没有，刚刚抢救了一个病人。是吗？喂，姐，你到哪儿了？你不是说9点以前到家的吗？现在都几点了？已经下午1点了，你知不知道啊？哎，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下午要去大使馆签证？你知不知道咱妈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妈？好了，你别急。哎呀，我给王姐打电话，让她今天加班，回去看着咱妈。我马上就回去啊，在路上呢。患者叫周瑜，林区职工医院送来的，56岁，高空坠落伤，脑出血，先开颅手术，出血已控制，增强 CT 提示脑部异常强化，
确诊为脑动脉瘤，已经手术。进来。张院啊，您找我？飞机落地了没有？还没消息呢，但是我派关继洲去的，这个人办事很稳妥的。那就好。你看看人家，出了事儿打飞的送来，还在咱们急救中心的 No.1亲自迎接。患者是张院长的朋友，咱们骆主任怎么也得关照一下。要不说你是当主任的料？别瞎说了，人家骆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5年了，得干得好好的。咱打赌，这次骆一和肯定从急救中心主任的位子上下来。来，1、2、3。患者周瑜目前生命体征比较平稳，请马上送到医院。是你做的开颅？是我。还行吗？辛苦了。哎，关大夫，我跟你们一起去第2附属医院。你介绍一下，我叫汪小涵。救护车不是客车，添什么乱？大客车行吗，康师傅？哎，你知道我？请让。哟，小何，何佳妮同学，麻烦你往里面让，我要照看我的病人。行。走吧。走了，康师傅。现如今的人啊，听到救护车警笛像没听见一样。康师傅，能绕个道吗？必须经过这个路口，快到了，大约还有2、3公里。2公里还是3公里啊？嘿，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较劲呢？2、3公里，如果要不堵车的话，几分钟就到。你以为我开直升机呢？几分钟？说不好。康师傅，您可是急救车的司机，要分秒必争的，应该有准确估计行车时间的能力。从这儿到医院是2.3公里，如果不堵车的话，2分钟。护理约报什么时候交？啊，我都催100多遍了，可以找不自在是不是？那护理约报交一个有这么费劲吗？亚萍姐，下班前半个小时，马上。你们是不是上班犯困，拿我提神醒脑呢？那护理约报攥在手里边，能熬着吃啊，还是憋着喝呀？你还迟到，站那去！你把手那玩意儿给我摘了。我刚交班忘了。忘了可还行。喂，我刘亚萍。哎，关大夫，到哪儿了？我这儿离医院很近了，可是我们现在的车速是0。什么意思？堵车啊！哎，苏儿，你再陪妈多待一会儿，我马上就到家了。现在几点了？哎呦，那我估计你今天饿了吗？啊！
等一会儿，素文，前面好像出事儿了。哪车撞上了吗？这不，着火了呢吗？老公，救我！救我！救我，老公！听见我说话吗？把门开开！开不回去了，真的。醒醒！听见我说话吗？喂，122吗？哎，机场高速新庄入口发生多车追尾事故，有货车、油罐车，还有校车，有人员伤亡，请派消防车和救护车，快，要快！让一让，让一让！本市15号高速公路新庄入口辅路发生4车追尾事故，请附近救护车尽快与总台联络。关大夫，麻烦你们把他送到急诊。你干嘛呀？我去看看。开什么玩笑？这急救不是凑热闹，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关大夫，眼前的事就是患者非常稳定，3、4个小时之内没问题。那边发生了严重车祸啊，这么密集的车流，恐怕会造成人员伤亡的。谢谢啊。部长，电话。喂，什么？没这业务，房子不卖。那我住哪儿去？这都什么情况啊？现在这是。小刘，病人马上就到了，床位怎么样啊？啊，21床，好不容易腾出来的。好的，护士长，指挥中心来电话，15号高速发生特大车祸，让我们准备接收伤员。甜甜，催一下派出所，维持总那个报非正常死亡，让他们出个尸检报告。好，知道了。小夏，通知所有人做好准备。好的，对好，骆梦云跟车出发。好，我们立刻出发。消防员同志，车里有个孕妇，身上扎了钢筋，赶快把她救出来。好，你是谁呀？2附属急诊的急诊大夫宋丽。好，走。打！来，让一让，谢谢，让一让。好，哥，小心点。谢谢师傅，来帮我把钢筋，还有司机位置的人。宝贝儿，加油啊！别怕，加油！哎。慢点来，来，别动。大帮婶儿，慢点啊，看着后边这钢筋，别动。宝贝儿，加油，加油，很快就好了啊！来，走。赶紧用水往患者身上浇，降温冷却。这里被卡住了。兄弟，来，电锯拿过来。注意减低水压啊！
孩子下车，快！小朋友们，别害